我觉得你就不要被吉米老板付他2次钱呐、被奸2次哎。不过这个也是因为你曾经体验过，所以你才会。哦，对，因为小白，你突然跟他讲那么高单价，他可能他没办法接受。是啊，是。Hello， 欢迎再次收看《J 这样玩》，这位是谁呢？请自我介绍一下。嗨，大家好，我是 Jimmy。Jimmy 哥是我们太平地博汽车音响的 Jimmy 哥，那也是我们的胖网红。对。那今天为什么我们又来到这里了？记不记得我上一台车500 Performance 版，我们好不容易解决了它没有低音的问题，可是5N 居然重新又不一样的配置，虽然有好一点点，好像。Jimmy 哥是不是有把中间那个中置装回来？我听感觉是有把它装回来。我觉得应该是说 ，Performance 那一台它并不是没有重低音，而是对你来讲若有似无，就是我们是强化优化它这样子。对，就是那个重低音上一台就是好像有跟没有一样。对。可是这一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声浪模拟器的关系，重低音确实它有出来。对。可是你听久了之后，你就觉得中间最前面那个仪表板啊。中间那个喇叭，我看它也会震动，声音确实有比较好一点点，可是你还是会觉得说奇怪，怎么没有办法做到之前优化那样子？所以我们原厂其实有调教，但是有调教没有办法像你们这样正确的让每个音轨或者是音域出现在每个喇叭的相位吗？应该是说我们先以音响系统来说，对，跟我们 Performance 其实没有落差很大，在我们去调教以前，其实你会觉得，很像比你之前 Performance 来好一点。对，刚开始上到5N的时候就想，好像不太需要改音响，低音也感觉也很好，可是听久了之后就觉得奇怪，那个声音好像是没有分离的，就是它有点混在一起，就是有点含卤蛋的感觉。应该是说在硬体设备没有更动的情况底下，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都市传说，特斯拉的电池其实有些是被封印住的，其实还有空间没有放出来。对。那有没有可能它就是封印住，后面去释放出来呢？所以如果后面释放出来的话，这个就是一定要靠 DSP 跟扩大机去做这件事情。对，我举个例子，假设这我举例而已啊。对，比如喇叭它可以往前进10公分，往后退10公分，是它的正常设计的最上限值。可是呢，你现在功率不足，它往上只会2公分，对，往后2公分，对，那是不是跟它离原始设计就有很大的一个差距？是。那这个部分用什么东西？就是你必须再加扩大的功率给它，那它增加它的动态范围，对，那它每一次前后移动的幅度大，所能够推动的空气出来就会变得量也好，值也好，就会比较多。换成我们听得懂的白话文就是声音会比较好听。可是功率大一定代表声音好吗？不一定哦，因为你要看你的扩大器的用料。对，那当然到最后还有你的调教的程度跟方式。对，所以我这一次也是一样，会跟我们之前的 Performance 一样，就是我们一样上我们这台10声道的数位音效处理器，是去增大它的功率，那一样可以调教。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你记不记得上一部在 P 版的时候，你装了我们的 Sony 礼在的1系列的喇叭？没错，对。那呢，我们 Sony 礼在1系列的喇叭就超好听的，入门款那一款。对，它是我们家的入门款。不好意思，我家的保不住，就是那一款。对，它是我们家的入门款的喇叭。可是你应该有发现，其实它在人声的部分，清晰度、感情度跟细腻度方面。非常的优，人声唱出来就是很干净的声音，对，真的很干净。尤其我们这一台有双层隔音玻璃之后啊，对，你就会觉得那个音质很完整无瑕，就跟我们出淤泥而不染是一样的。好，不是因为你那么油腻的情况下，你要硬要我接出，对，好啦，好，我们是一股清流，对，好，清流，对，音响界中的清流君。那我们今天就特地来开箱一个新玩意。
好，因为你之前已经有听过我们 Sony 比赛的声音，那你也对于它的声音表现其实算非常的满意嘛。好，那在这一次我就推荐你不要再装一样的 Sony 比赛了。对，人生总是要进阶，所以呢，你也换到了5N跟 P100，是不是跨了很大一步？这还蛮大步的。对嘛，那你就要跨大一步一点。对。所以呢，这一次我就推荐你直上我们 Sony 比赛系列的最顶级款，来可以看得到它的 F 系列，是不是？这个，其实这就跟电动车一样，要么你就是买最入门的，要么你就是买最顶规的，你就不会再熊胖熊塞，你不会想说买一般版本，然后还要改成弹跳手法，你这个就直接上去了。对，上去之后就顶规，就一劳永逸了。那我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延续我们 Sony 比赛在喇叭单体设计上面的传统，我们一样呢。为了避免说每一部车子的门板里面结构不同，你喇叭单体装上去会造成音响或音质出来会有一点落差。没错，所以 Sony 你在延续他们的设计，来他们会整颗都是音箱这样子，喇叭呢是装砍在我们的音箱内，我们整个音箱再装到我们的车上，对，来达到我们所有 Sony 比赛的喇叭装在每一部车上能够都很均衡良好的作动，来达到音质一致化的这个要求。只要在我们 Sony 比赛的日本官网，各位可以去看看哦。只要是这种金黄色的盆面，它所用的是防弹背心相同的材质，叫凯夫拉编织物来做成它的盆面。它这个东西就是它的耐用寿命跟次数会比较。我觉得比起耐用寿命，应该是说我们在每一个单次里面。推动空气里面，我们要推动什么样的空气密度出来，就会决定到它的音质。是，你如果以车子来比较，它这个盆面就像车子的引擎一样。对，你车子快或慢，引擎不是100%，但它可能占有70%、80%的重要性。对，这个盆面，你这一组喇叭出来的声音的效果会如何？基本上它占有很大的决定性。以 Sony 底下的设计逻辑来讲，它的声音是最好听的。我跟你讲真的，你们如果对改音响、升级音响这件事情会怕的，你们就真的专程来一趟台中地博，然后上老板的特斯拉这台车，他的车真的是超酷的，它后面是没有喇叭的哦，但是你坐在它的驾驶座，你真的就觉得它是一个环绕的音响，真的超神奇。然后每次问吉米克说：“哎，你到底装几支喇叭？这个怎么比特斯拉原厂的还要那么好听？”因为我以前是特斯拉车主嘛。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就跟我解释一下，他这台车出去比赛也有得奖，然后他是店里的 demo car， 所以他精心设计了很久。OK， 话不多说，我们就先进去听一下5N 原厂的感觉，让吉米哥听一下我们5N 原厂的样式，走吧。那我们刚刚在录制影片之前的时候，我们有听了一些人声的歌曲嘛？对。那你觉得，就以你之前的 performance 是听的是我们 Sony 底站的1跟5N， 你都还没有改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我们一开始在听歌的时候，比你原本 performance 那台的 Sony 底站的入门的那一颗喇叭人声5N它是散开的？对，你会很明确的知道声音从哪一颗喇叭出来，但是你没有办法感觉它是融合 mix 的，你会觉得右上2个小喇叭在做动，然后下面就突然在做动，所以反而我会觉得5N 的声音是一直在车子里面到处跑，就很像感觉有很多，对，可是那个声音听起来又很不真实，就比较应该说。对，有点比较外强中干、比较虚的这种感觉。我想请教一下，对，所谓的中置喇叭是什么高中音的意思吗？中置喇叭通常来讲，以一般车厂的设置，大概会放2寸多一直到3寸多。它是为了什么而生？通常2寸多到3寸多的话，往上可以接一点点高音，跟往下接一点点低音。以人声来讲，人声是从20赫兹到2万赫兹嘛。对，好。那在它没有办法给你足够的功率的情况底下，就给你运作的频率多一点，你就会感觉很像这个喇叭出比较多的声音，类似这样子的感觉。那它放这一颗中音型的中置喇叭，因为往上可以接一点点高音，往下接一点点低音，那你就会觉得，高音很像它被衔接住了，对，就很像，有高音有比以前好，有，低音也比以前多。原来喇叭是用这种方式去一段一段去补强它，然后让它
接成一条很融合的这种，所以它其实是团队合作的概念。是，所以并不是说，我哪一颗喇叭我换超高超厉害的等级都不是。所以真的好的喇叭也要好的调音。然后环环相扣，是，所以然后重点来了，该推动的扩大机功率也要够，它才能被推出来。是哦，是，因为真的被人惯坏了，这是你们就是惯老板，惯坏，对，把我们客人都惯坏了。我只要来这里，只会很放心的交给你们就没事。所以我们马上就来进行下一步，走，我们把 F 系列装上车。对啊，然后 DSP 装上车。Get hard to deal with. Tell me that you can heal it. Don't need nobody take a call, but they do. You rising with me, but I'm falling alone. That type of stuff make you a type of couple to delete them numbers all at your phone. 比我们厉害很多。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声浪跟听音乐，它在这一套系统里面，它变成2个部分。对，要去做细节化的处理嘛。对，可是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帝博居然可以成功的将我车内的声浪去做一个客制化。对，就是我可以让我的低频的声浪的拉转声啊，或者是放炮回火声，它变得更加不一样。对，我觉得这是令我蛮意外的一件事情。对，然后我觉得这一次我们装最高等级，我又忘记那个名字了。那个 Sony 底赛的 F 系列的喇叭，对，那个 F 系列的喇叭真的是我，因为版权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放一些很厉害流行音乐、歌手音乐，就是实力派的。那个当初5N 的音响其实真的也不错了，但是现在我会觉得上下的喇叭的声音真的就很像在演唱会那种很感动的感觉，我常常都会起鸡皮疙瘩。心里想说，他好像就在我的面前唱歌，那个声音就是干净到一个很夸张，就是你真的会觉得这个歌手就在你面前，不再是从扬声器，不再是从喇叭里面播出这个音乐。然后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5N 还没有调教之前，我都会觉得上面跟下面的喇叭是分开作动的，很像就是东南西北这样一直跑来跑去。对。可是现在就会觉得，它是融合在一起的。对。这是因为 DSP 的关系帮我们做到的吗？我们这么说哈，我们分2个部分来讲。第一个就是说，您刚刚提到就是我们听到人声的部分嘛。对。那主要这个部分是因为我们把前面的喇叭的4颗，2颗高音跟2颗低音更换成我们日本 Sony 底赛最顶级的这个 F 系列这个喇叭。那就像你之前听过我们 Sony 底赛的1系列的这个喇叭，你就知道说，我们 Sony 底赛的喇叭呢的专长就是特色呢，就是它的人声的细腻度非常的高。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对，我觉得是耳朵这种东西是会被惯坏的，是因为我在用上一个等级的喇叭的时候啊，对，我在听同一首歌演唱会版本，你知道这个 F 系列啊，我在晚上开车的时候，好，我们讲阿妹好了，或宇多田光，对，或者是我们比较老派一点，东京爱情故事这些，对，可能年轻人没听过。你知道那个演唱会都会有人尖叫，然后会有人鼓掌，对 ，F 系列的细腻到这个声音是清脆的，而且是尾韵的，由激烈，就是这些观众他在演唱会的时候，他鼓掌都很欢呼，都很疯狂嘛。对。然后后来就是慢慢激情褪去的时候，他就慢慢的这样消落。那个是上一颗喇叭比较没有办法呈现出来的。对，真的几乎没有办法给我这个东西。对。是因为，可是2颗我记得后面都有音箱嘛。你有没有发现，好的音响到最后会让你词穷，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它的好，对不对？就真的是听演唱会，你听每一首，而且我跟你讲，很夸张。对，可能还没有调之前，我可能音量20，我就选很吵，我就觉得很吵，不舒服。可是现在我可以到30，甚至更高，对，音量30甚至更高，然后你就觉得很舒服，很悦耳，然后好像那个环境的包袱感越重，那个情感好像唱到你的
心坎去。对，而且我跟你讲，你又帮我在后门又加装了2颗不同的喇叭。对，那个工法其实我又忘记了，是一个好特别的工法。应该是说我们后门的喇叭，因为我们原车的后门门板它只有预留一个喇叭位，深度不够吗？深度不够，大小也不够，因为它跟我们一般正常的6寸半喇叭的大小，应该是说比较国际公用规格的喇叭规格比较不一样。对，所以我们用比较特殊的方法。我们后面呢也特别挑选了一个在人声的部分比较能够跟我们 Sony 比赛匹配，可以来弥补我们音场效果的这一组喇叭，来选择装在我们后门板上面。我会觉得说，如果有预算的话，我觉得一次到位，不要像我这样花了2次的费用去升级。真的你就 F 给它装下去，你就永远都会觉得哇，我听每一首歌好像真的都在听演唱会，演唱会那种面对面，然后那是唱真的，就是不是对嘴的那种感觉，就是它每个音阶音质、高音上扬，或者是它的爆发力，这一颗喇叭，这个 F 系列的喇叭都给我一个临场感十足。我觉得临场感已经临场感每一颗几乎都有，但是那个是太难讲了，就是怎么形容呢？这个歌手他就站在你正前方大概10步的距离，你真的会觉得就是跟这次在你前面，跟这次周杰伦一样，很像你是坐在6880块的第一排海景的位置的那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对，就是很超级实力派的人，他就在你面前，对，没错。然后如果你用上一个喇叭的话，你可能就是2000多那种感觉，对。可是那如果你用，那会不会用其他牌子，或者是可能其他人没有这样专属调音，就很像在门口听演唱会的感觉，就前面会做动而已。其实我们这么说，不同品牌的喇叭都有它不同的专长跟特点，不同品牌之间，我觉得这没有所谓的好或坏。对，所以就很像宾士跟 B&W 到底谁好？对，其实各有千秋。对，好，所以我觉得音响或喇叭也是同样的道理。它会有它的专长，比如说宾士同等级来讲，它就是稍微比较舒适点。对，那 B&W 的部分呢来讲，说是它操控性会比较好一点。对，这是他们的设计的逻辑跟概念不太一样。那换句话说，每一个音响品牌都一定有它的专长跟它的特点。比如说美系的，普遍来说，美系的喇叭可能它在低音的部分会比较沉，会让你觉得比较粗犷感。那这个时候你如果听伍佰啊什么这样子的歌，你会觉得哇，好有那种沧桑感。那可是呢，我们 Sony 你在体现的就是这种日式的工艺很精密的这种精神，你会觉得连声音听起来都感受得到日式的那种细腻。对，而且你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要上去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很有趣齁。美国的喇叭、欧系的喇叭、日系的喇叭，会因为这个民族他们平常在听歌的声线不一样，在设计产品的部分也会有一点不同。那呢，所以因为 Sony 底下是日本制的手工喇叭，所以当你去听一些，如果像你喜欢听那个抒情歌的话，你去听一些比较日本的日文的抒情歌的时候，你会发现韵味会更深。没错，那个感觉是跟你用一般的欧系或美系喇叭听起来不一样的感觉。对，所以这一组喇叭非常的符合你的需求。对，而且听起来又非常的细腻。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 F 系列啊，它会需要更大功率的扩大机吗？它如果功率，因为它本身是一个不好推动的防弹材质的盆面，对，所以说其实对于我们现在 F 系列来讲，你给它的功率越大，一定是越好。对，这个可以到时候因人而异。对，你有更多的预算去做增减，这都可以。那我们现在用我们10声道这一组去推动它，是刚好可以满足它推动的需求。对，那当然，你如果功率再更大，或者是在串接更大功率的扩大机，更好的扩大设备去推它，会不会更好？一定会更好，这是必然的道理。这就很像我们以油车来讲，一部已经非常好的性能车，95跟92，95的表现肯定比92好嘛。那98的油一定会比95好嘛，一样的道理。这个时候你就把扩大机的这一件事情当成像油这一件事情一样，会让原本已经固定的硬体，透过你其他介质的不同，让它的表现会更加的出色。了解。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到最后会变成也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从来也没有改过音响，
可是一改成主顾，就是你就会觉得说，每天听音乐这种感觉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件事情。对。可是从最入门的到，因为每次上吉米哥的 demo 车那一台，就会觉得天哪，那个音场、那个音质真是太神奇了，就没想到出现在我的车子上。对，就是我就觉得哇，好感动哦。对，自己有时候放松的时候开车就听着这些歌，就心情觉得很好。那如果真的是有预算的话，就是直接上 F 系列。对，让奢侈变成你的日常。不是，因为我觉得你就不要被吉米老板付他2次钱啦、被奸2次哎。不过这个也是因为你曾经体验过，所以你才会。哦，对，因为小白，你突然跟他讲那么高单价，他没办法接受。是啊，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听听看，就跟吉米老板约一下，去上他的 demo 车，真的超厉害。来店里面实际试听看看。我不会觉得这笔费用是丢到水里，我会觉得我每天可以用，而且下一台车也可以用，CP 值非常高。我常常说，升级一定要选可以带走的，下一台车可以用的。那接下来记得一样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吉米哥的胖网红频道，还有我们的 LINE 社群，还有脸书专页，全部都在下方资讯列。有什么问题在下面留言，或者是来台中找我们试听，就这样咯，拜拜。拜拜。虽然我现在经营帝博汽车音响，对，可是呢，在我过去其实是日本线的专业导游，是国家考试合格，对，也从事日本线导游这个行业10多年，对，好，所以如果不弃险的话，就算你不是问音响。你有关于日本旅游，你想要去自由行，吃什么、喝什么、住什么，我想你看我身材就知道，在这方面我应该还蛮专长的。可以，所以我也蛮多自己的，就是我们店里面的客人跟我变成朋友，是因为他没有跟我买任何东西，但他就知道我对日本熟啊，那所以他想问我一些聊聊天，问我去日本的一些事物也没关系，大家交个朋友这样子，对，也都可以的。